almost successful 还得敲呢。还没到那儿呢。哎，快成功了，看到没有？敷好了啊！整个椰子全吃了，也不够补充我体力。哎呀，我看看，哦，是不是？胜利在望。削两下啊！我说这椰子整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干啥？直接摘下来就应该是椰肉，带一管儿。哎，看看，咱有削铅笔的基本功。哎，现在可以敲了吧？嗯。别把那空气炸锅给我抡着啊！你不怕削了我手？你那胡吃乱转的你啊，削个椰子！别传了，哎，不许出现！哎，裂了，快了啊！好啊，欢迎回到毛怪先生频道。今天我们要制作一个45度角度的角色。这个角色呢，在45度的地图里面做各种动作。其实这个系列呢，我已经制作了7、8个角色了，这是一个新的游戏项目啊。但是做了这么多角色之后，发现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为什么呢？因为最开始就应该直接使用皮肤功能来制作。在我做前几个角色的时候呢，发现就觉得用皮肤太麻烦了，直接做吧啊！做完动画，反正动画也不复杂，就一个走路啊，就一个走路。但是做了这么多角色之后，发现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对吧？动作都是一样的，反而如果这样一直做下去，那每一个角色都得做相同的动作，特别麻烦。所以呢，在7、8个角色之后，决定赶紧把这个整个的 NPC 啊，在地图里面要走的 NPC 全都重做一遍，直接使用皮肤功能来制作。这个在最开始就应该使用的啊。好了，我用这2个角色来举例子，这是一个 Alice， 这个 Tifa 啊。好，图层名字我已经起好了，back、front 全都分好了。那么这个爱丽丝呢，我已经导出了，在这看一下啊，看一下，这是 image 文件夹。上面有很多文件夹，什么culture 啊 flower girl 啊 grandma， 这是不同的角色，每个角色一个文件夹。如果角色很多的话，建议呢还是把它们分一下。这是我建好的 Alice 文件夹，这是所有的 Alice 的图层啊，图层已经导出了。除了这个 JSON 文件啊，把这些 Alice 的 PNG 图片放到 Alice 文件夹内。放到这里面，这样呢一定要事先把它们放到文件夹里面啊，一定要事先分好，否则的话后期在 span 里改名会很麻烦。为什么不能批量改呢？因为这个每一个图层每一个这个 PNG 它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它没有一个，这不是批量改名啊，因为是按照局部的这个名称来起的，所以批量改名就很麻烦。那么现在导入呢是看不到这个图片的，因为这一次文件记录的默认的路径是相同目录下的，所以我们要修改一下这个 JSON 文件啊。打开你的记事本，导入 Alice 文件啊，这个 JSON 文件，在这里面注意啊，它记录路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在 Skin 找到这一句，然后每一个它先找这个文件名 Hair Back Front， 这个是它的路径啊，这是它的路径，所以在这个路径前面要加一个 Alice 文件夹的名字，但是所有的这个这么多，你一个一个加吗？当然也可以啊，你就这样，写一个 Alice， Alice 加一个斜杠啊就可以了。你要是省事的话，省事的话就这样一个一个的给它复制进去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批量修改啊，好在它图层不是特别多啊，这个提前修改好 ，Alice 都加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不能批量改名，它没办法，因为每个图层都不一样，找不到规律。好了，保存，保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咱们试试，然后用span import data 导入导入刚才的 JSON 文件 Alice， 自动创建一个谷歌 import， 好导入成功了，没问题。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图，为什么呢？展开如果你修改了 JSON 文件，那导入的图片实际上是存在的，看到了吗？这个路径有问题没关系。但是它会默认的把所有的图层都隐藏，所以选中这些图片打开就能看到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个呢，是不是这个怎么回事？Alice back front 可能是之前把那个 hire 给删掉了。这个 OK 好了，我就没有问题了看我们的角色都导入了，然后呢，我们把Alice 中间放一放。首先root 取消选择状态，不要破坏它。然后呢，给每一个角色脚下放一个骨骼，这是正面，这是背面这是背面。脚的位置好像不太准无所谓了，就这样吧。在两腿之间，这个给它起一个名字这是 front， 然后另外一个 back， 好，在插槽模式下，所有的正面绑定到 front 文件front 骨骼，所有的背面绑定到 back 骨骼。好，这样分开。我这个图层分的还是比较细的像手脚大臂小臂都分出来了。在这里面我尽量不用网格尽量不用网格，因为这个角色其实在游戏里面是比较小的，所以到时候直接去替换这些图片就可以了。好，然后在 front 这个骨骼下，先创建主骨，躯干的主骨，然后躯干、头部、大臂、小臂、手，这边大臂、小臂、手，有点歪了，挪一挪。因为我们后期要替换用皮肤来制作皮肤来制作的话，就是在它标准的这个骨骼下，尽量把每一部分都做的标准一点，位置准一些。好，然后呢，脚分开，我们脚分成上下这个身体分成上下两部分，然后是它的，这是外面，这是左腿，这边是右腿。我还没考虑好是不是用 IK 可能会用 IK。好，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先把头部的所有部分头部全绑定到 head 骨骼下这是头部，大臂、小臂、手，大臂、小臂、手，身体这是这衣服有一个 dress 咱们待会儿再说。大腿、小腿、脚，大腿、小腿、脚。现在看躯干应该是分成两部分上下两部分，这个可能就有点问题了。好，咱们先这样因为目前身体不会做这种弯曲。我说一下这个裙子裙子它有点特别，裙子你看我是分开的把里边内裤也画出来了，按照人体结构来画
这个你要做这种弄画的话，就是被遮住的地方，你也尽量都给它画出来，省着后期如果它缺少的话，比如说裙子摆开的时候露一点腿，你没有那个腿，那可就麻烦了，是吧？裙子可能要用网格，局部还是需要网格来制作。看一下啊，好，然后裙子呢是一般这样来做，我在这根骨骼下，然后左右两边各定2个骨骼，这2个骨骼呢是定这个裙子的裙子这个边啊，给它定一个位置，然后呢这两边再做裙摆，这儿一个裙摆，这儿一个裙摆，这2根骨骼呢就是分一下，拆分成2个，因为角色很小嘛，要嵌套，这个拆分成2个，好，这样。我们这个裙子的骨骼，然后大概就是左边、右边、中间再绑一个它呢是肯定需要一个网格了，我们点一个 mesh， 然后把裙子改成网格状态。这个地方给它分一下。好，然后呢，绑定这个，这几个骨骼中间是不是也要需要2个骨骼？先不需要了，先这样吧。绑完了看一下啊，这个呢就得用权重来修改一下了。那绿色的，这个那个 reduce 啊，深绿色的不影响右边的骨骼。然后浅绿色的不影响左边的骨骼，包括这个虚黄色的骨骼，这是蓝色。好，我们看一下效果啊，还是我有点拉伸。哎呀，这个这样呢就得把它分的细致一点。好，多加一个点，多加一个点，这儿再加一个点。好，我们改一下权重。好，差不多就这样啊。然后身体呢也分一下网格，好，我们继续给这个身体也修改一下网格啊。因为这个角色很小，所以呢，大概的，做一下外框的网格就行了，一个大的范围，只要可以让它从中间部分弯腰就行了。这样呢，就算替换成其他的素材，基本你这个网格也是不用变化的。然后绑定2根骨骼，中间绑上也可以。好，没问题。那这个角色呢，基本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再来做，好，再来做这个背面的，在这根骨骼下创建一个主骨、躯干的骨骼，腰椎的骨骼，然后躯干、头，这是大臂、小臂、手，大臂、小臂、手。有点偏了，我这不是特别准确啊。如果想特别准确的话，调那个数值就行了调下面的。好，分开，然后是大腿、小腿、脚。
这边大腿、小腿、脚。好，它这个骨骼的位置呢，一般是在旋转的轴心点。好了，然后呢裙子待会儿再说啊，咱们先把主体的绑上。头部、身体、大臂、小臂，右手左大臂、左小臂，左手大腿、小腿、脚。这个大腿位置不太准啊，这看着很难受，是吧？这个骨骼位置调一下。绑定。好，然后我们做这个裙子啊，裙子呢也是在这根骨骼下，一边一个骨骼啊，注意它的层级啊。好，也是在它下面呢创建2根骨骼，然后拆分。这是2根骨骼拆分。然后这个裙子呢改成网格模式。这只要是穿裙子的角色呢，基本都可以解决了啊。正好这个爱丽丝是一个长裙。OK， 然后绑定。躯干。可以范围大一些。绑定3根骨骼。好，这个是背面的爱丽丝。好，没什么问题啊。OK， 一个正面一个背面，然后我们就做完了。这是骨骼啊，这是骨骼。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它的 IK 啊。IK 绑一下吧，我们把 IK 都做完啊，大腿、小腿。这是随便吧，默认的名字。这是脚，脚一个 IK 的前面，左脚的 IK。这是背面。左腿、左脚、右脚，往上。好，然后呢，脚腕这个 IK 绑定到前面的脚尖的 IK 上，这个也一样，脚腕绑定到这儿。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这样操作这个腿了。对吧？一个骨骼就可以操作它了。然后这个地方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要把这根骨骼啊，这根骨骼给一个约束动画，约束动画绑定到它的大腿上啊，绑定到大腿上。然后它的角度呢，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比如说90，我们跟着的这个幅度大一点啊，这样呢就能跟着这个腿有一个弯曲啊，是这样一个变化。裙子后面这个也是一样的啊，给一个约束动画绑定到大腿上，这个呢就可以不用管这个裙子了啊。90，好，看看是吧？这就很方便，裙子会跟着你的腿来移动。当然这个怎么办呢？这个这边的网格可能有点问题啊，我觉得这个网格应该拆的再细致一点。受不了了，不行，我要把爱丽丝的裙子拆开啊，这个实在是不合适这样来做。好，我们进入到爱丽丝的 PSD 这2个刚才已经拆开了啊，拆开了给它单存一下。这是爱丽丝的左边的裙子。
Alice PNG 格式，这个呢就算是 dress one front dress one front。 好，然后呢是右边的裙子dress two front dress two front。 好，回到 span， 我们把它的裙子换一下啊。这是在 front 骨骼下，我们把爱丽丝的这两片裙子给拽进来，对一下位置，这在这儿，这个在这个地方，然后调一下图层啊。图层呢现在是dress 这两个，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拽下来，原来那个裙子就删掉了，不要了。好，绑定一下啊，这两个也应该有一个层级啊，就是左边这个裙子应该盖住右边的裙。我说左右是它的左右啊。好，加一个 mesh。啥情况？也是范围大一点吧。什么情况？简单来讲呢，中间加这样的网格就行了。绑定它呢，还是应该绑定。我觉得在中间也加一个骨骼吧，对吧？在这儿加一个骨骼。其实要绑定的再细致一点呢，应该分成两根骨骼，这儿有两个，对吧？然后从这儿分开，再有两个骨骼，分别控制一下它们，然后这样就会控制的比较完美。少了一个。好，这个的约束动画数值可能有点大了啊，小一点，30试一下，30还是大，10，对吧？它只要前后有一点这种，有一点角度变化，反而这个可能应该是加一个权重加一个约束加到小腿上，加一个它的角度可能会稍微大一些，比如说我们试试80。对吧？跟着这样感觉就对了这样感觉就对了。然后这边呢，我们给它重新绑定一下骨骼，先做网格。然后它也绑定这根骨骼，这个好，绑定这些骨骼。对吧？然后给这个下面的骨骼也加一个约束，约束到小腿上小腿上。这个小腿呢也加一个，再小一点30， 330了，30的约束，这样就正常一些，是吧？然后这个骨骼呢也可以加一个约束，约束到大腿上。比如说大腿，它的数值呢可以稍微小一些，60，是吧？60，这个一样加个约束。小腿约束到小腿上，数值小一些，比如20。这也是一样的，约束大腿。
这个到小腿上，好，我们看一看啊，哎，这样裙子呢就基本可以随着我们的这个腿自动移动了，然后就不用管这个裙子了，本来就是很小的这种走路动画嘛，有点移动就可以了。反而感觉这个数值应该再大一些，可以啊，就这样吧。这个再小一点。好，这是正面啊，然后把这两根这个骨骼啊，这两根骨骼应该绑定到 front 下，这样呢，移动这个爱丽丝的时候，它的 IK 是跟着一起走的，这个不要忘了啊。反而这个爱丽丝的裙子是最复杂的，是吧？我们还没做到皮肤那一步呢。好，这个呢就是它给一个约束，到这个地方放大一点，这个裙子约束到大腿上，匹配，放大。只要能跟着移动就行了。好啊，没问题。然后这两根 IK 绑定到主骨上。OK， 这是爱丽丝的骨骼绑定啊，骨骼绑定。看这个背面绑住了这个正面啊，看着很难受。我们把图层调一下啊 ，front 所有的 front 应该选中，这个 front 放到上面去，然后 front 盖住 back， 这样看着才正常，是不是？好，这是45度角角色的骨骼绑定。好了，我们骨骼做完了之后，下一步呢就是皮肤啊，下一步皮肤。好，第一步先做到这儿，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好，继续观看毛外线上下一个皮肤的视频。好，拜拜。那么我们要把剃发的皮肤啊替换到爱丽丝里面，看看我们如何使用皮肤的功能来实现这个效果啊。那么首先我们打开皮肤面板 Skins 啊，皮肤面板放在这儿。回来看一下这个爱丽丝的剃发的 PNG 啊，已经导出了 PNG。这个时候呢，其实应该是不需要导入这个 JSON 了啊，我们用皮肤的方式来实现。首先呢，创建一个文件夹啊，起名剃发，然后把这些 PNG 拖拽到剃发的文件夹下。好，回到 span 啊，回到 span，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剃发的文件夹了啊。现在这个注意看，这是爱丽丝啊，爱丽丝在皮肤面板下创建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呢，我记得 Alice 吧，Alice。好，这是爱丽丝。目前呢，所有的图片还没有在皮肤里面啊，我们打开啊，改成这个图片的模式，选中所有的图片啊，选中所有的图片，这都是爱丽丝啊，都是爱丽丝。所以呢，在这儿再介绍一下皮肤功能啊。皮肤功能就是在当前皮肤下记录所有的图片保存在哪一个图片占位符之内。我们要把所有的爱丽丝都放在图片占位符之内，就这个 skin placeholder 啊，放在这里。我这样创建的话，如果单独创建呢，其实就这样的啊。我现在不是选中了爱丽丝皮肤吗？然后在一个插槽内创建一个新的皮肤占位符，名字叫什么都可以啊，这个名字没关系。然后在当前皮肤下把它拖拽进来就可以了。这个呢，你看这个裙子就等于是在爱丽丝的这个皮肤下才能显示啊。如果我不选中这个皮肤的话，就看不到这张图片了。你看它下面就没有了，选中它就会出现。那我一个一个都创建吗？那很累，是不是？所以呢，就一起来创建。我们先把它删掉啊，删掉。简单的方法就是选中所有的图片，选中这张皮肤啊，选中这个皮肤。你不选它的话，再点一下就是取消选择状态啊。这个就是 default 状态啊 ，default 状态，在那个 Unity 里会有一个默认的 default。好，
选中 Alice 啊，选中 Alice， 然后选中所有的图片 New 一个 Skin Placeholder， 这样所有的图片都会自动的创建一个皮肤占位符，看到了吧？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再创建一个新的皮肤，比如随便叫一个什么名字，那我就看不到那些图片了啊，就看不到了，它只在 Alice 的这张这个皮肤下。那么我在这儿怎么办呢？在这儿呢，其实就比如说它叫 Tifa 啊，它叫 Tifa， 我就可以把 Tifa 的文件一个一个放进来。注意看啊，就是这是什么 dress front， 这个估计就不需要了啊。这我们先拽一个 body 吧body back， 那就在这儿找到 Tifa 的 body back 拽进来。来看看，对，把它拖拽到这个皮肤占位符内啊，拖拽到这里啊，这就是两个皮肤，位置不用管，但是我一个一个拖拽嘛，那是不是很麻烦呀？是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复制皮肤的办法，我把这个 Tifa 删掉。这怎么删呀？这个删除皮肤还得在这个地方删啊，在这儿选中 Tifa， 然后点这个叉子。删除，这样呢，我们可以在 Alice 这个皮肤下，还是得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选中爱丽丝，复制一个，这是复制吗？出现这个复制皮肤复制皮肤，它会问你是否链接网格，然后是否继承那个时间轴上的网格的动画。在这儿呢，我们选择不继承不要继承。继承的话可能会影响一些问题啊，除非它的每一个皮肤能保证它的网格动画是完全一样的，你就选择咱不要选择，这样呢就能保证每个皮肤之间的网格全是分离的，不会互相影响我们选择给名字起名叫 Tifa。 这个时候呢，注意看我们现在这两个皮肤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们在 Tifa 的这个皮肤下选择这一项替换我们选择所有的，在这儿输入 Alice 然后我们要替换的是 Mesh 和 Region 这两项，一个是就两个图片模式这个改成 Tifa 横杠，这样呢就把它们这儿选择这个选择 Path 选择路径，这样呢就把爱丽丝前面的这个文件夹直接替换成 Tifa 的文件夹了。试一下我都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Replace OK 成功了。这是什么 Span has declared the mesh 它就是说这里面有的那个有的网格呢，就是它因为混图了它会变形，是否要拉伸先点 OK 吧这其实都要单调一下的。这里面你看有几个，这个头发为什么出问题了？因为那个Alice有一个发带对吧？但是Tifa 没有，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包括后发的一些问题，这都是小问题我们可以在这手动来调节。但前提是你跟 Tifa 所有的部件，就是零件的名称都是要一样的，才能这样替换才能这样。你要不是这样的，你只能手动去拽了。好了，那我们在这儿修改一下，像这个呢，这是Alice，还要让我问吗？Tifa还有一项这个改一下scope 改成 current skin， 就是不要写成 entire， 就是全部的这个工程只在当前皮肤下，否则它会把原来的爱丽丝也替换掉选 current skin。 好，我们替换一下看一下。好，替换完成了。这个是问你，因为咱们之前做过网格嘛，网格图片换了，它会问你是否拉伸，我们点一下 OK 就可以了。这个没什么用会单调的。有些问题，一个是图片大体的位置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像这个为什么没了？因为 Alice 有一个发带，但是
Tifa 没有，所以这儿就显示错误。包括这个后发的位置，但这些都是小问题，手动调整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前提是 Tifa 的这些零件的名称这些名称跟爱丽丝的名称都是一致的你才能这么换。看看两个皮肤都是一致的才能这么换。可能我这名字起的不准这个应该单起个辫子的名称，因为我这叫 hairback 辫子，我不知道怎么写，对吧？咱起个辫子的名称，它不能叫 hairback， 这叫 hairback， 所以 Tifa 的位置就不准了。那么我们可以在当前皮肤下修改一下它的位置，手动调一下，它对原来的皮肤是不会有影响的。这都是小问题然后呢，这个发带你注意看这个地方 hairback to， 这是发带，但是 Tifa 没有，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图像占位符下的发带删掉就行了。这个也删掉没问题。delete， 这是什么呢？这是爱丽丝的前发，是前面这个头发，但是Tifa 没有，所以也可以在当前皮肤下把它删掉。当然这个 Tifa 的裙子就出现问题了，因为它的这个裙子呢是这个肯定没有，删掉，对吧？然后它是分了两片裙子，这儿有它的另外一片裙子呢在这里，哪里去了？在这儿呢，这个也给它删掉Tifa 没有，但是我们要单给它做一个，我看一下这个裙子没有放到 front 下，重新绑一下绑定到这根骨骼下OK， 然后进入到 Tifa 现在呢，我们可以在 Tifa 的这个骨骼下把 Tifa 的裙子放进来，这是 Tifa dress front， 这个单独的一个裙子角度归零。好，放在这儿，这感觉裙子画小了是怎样？不小，图层的问题，给它调一下，应该在这儿，图层的问题mesh， 点一下 mesh， 像这种特殊的东西呢，就是单独处理一下就好了。好，绑定它也要绑定，绑定这几根骨骼就行了，下面绑不绑其实都无所谓了测试一下没什么问题，没太大问题就行。这是裙子，这个裙子位置也不准这个裙子单调一下，往上一点，露一点腿。好，绑定。因为它呢继承的，它复制过来是原来爱丽丝那个裙子的位置所以换成 Tifa 的裙子可能位置就不准了。所以呢单调一下权重什么的都可以单调这不是问题。好了，没有大问题就可以了有大问题把它单拽进来重新做一下就行了。图层，这个图层呢整体图层可能都有些问题这个像它的这3只手应该一定要盖住一定要是这样的，是吧？这个也是，这3只手这个他的左手一定要盖住所有的东西。好，看看爱丽丝，图层都是继承的图层都是继承的，没有问题。好了，这就用皮肤的功能直接实现了换人非常的方便，是吧？皮肤的功能，后期呢就是调节动画了。好了，我们皮肤功能今天就讲。图片可能。好了，这是皮肤皮肤的功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好了，那么这是皮肤的功能通过批量替换改一个文件名就可以实现整体角色的替换。你看看对吧 ？Alice Tifa， 那么后面你要画新的角色呢，还是在这个标准人的
前提下照着它去改，或者你在原有的图上直接给它换成另外一个人，还是要这些图层的名称啊。前期是你这些名字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要起好，那么后期替换角色就会非常的方便，对吧？这是皮肤功能。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欢迎订阅毛怪先生，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哎，看看。哎，别这样，汁儿会出来的，平着放，平着放，别斜着放。嘿，哇哦，哈哈，成功了。好，拿勺子挖一下那椰肉先。尝尝。你先尝。鲜。先喝这水吧。有吸管，箱子里边。哎呀，瞧瞧这水都流出来了。喝。哇，真不错，力气没白费哎，以后会越来越熟练的啊。